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Not Create， 今天要教大家像画面中一样幽灵漂浮起来的动画。我会分为2个部分做讲解，第一个是制作幽灵的外观，第二个是加入动画。那首先我们从第一步开始，从上方形状绘入一个圆形，再绘入一个矩形。那矩形这边的调整是要让它的宽度跟圆形的直径是一样的，以及它必须要遮住圆形的下半部分，让这2个形状重叠。接着对矩形按右键，下方出现一个允许编辑，按下去之后会发现矩形上面多了一些点。我们可以点选2个点中间去新增更多的空点，在已经存在的空点上点2下，可以切换方形或圆形。我们将这些空点新增到9个，接着将每个方形空点中间切换成圆形空点，圆形空点拉出来就可以形成一个凸出来的半圆形。那我们就依照这样子的方法去拉出下面4个半圆形。接着同时选取我们做好的这2个形状，到右边工作区格式排列，选取下方的混合，选取的形状就会合并成一个。这边我想要让幽灵是白色的，所以先将背景改成灰色。再到样式中去改变幽灵的颜色，同时可以在边线这边改成线条，就能在这个形状外面显现外框。选项中也可以调整它的颜色和粗细，那我这边先设定为7点。再来很简单，混入圆形当做幽灵的眼睛，大概调整到自己喜欢的大小跟高度。最后来制作幽灵的阴影，同样绘入圆形，将2边拉开成椭圆，再填入比背景深一点的灰色。接着我们将整个幽灵的部分都圈组起来，这样子等一下比较好做动画效果。到右边工作区中选择动画效果的动作，添加移动的动画，画面中就会出现第2个半透明的幽灵，代表选取物件移动的终点。我们可以直接拖移到垂直原本物件1点的区域。那当然，当幽灵离地比较远的时候，影子就会缩小，所以我们也一样加入动画，同样是动作效果里面，但是我们要选择的是缩放，缩放调为75%。那因为我们要让它在原地上下漂移，所以幽灵还是加入同样的效果，可以直接点选物件，下方出现一个菱形的红色加号，就能接续上一个移动的动画。加入移动效果之后，我们将幽灵拖移回它第一次出现的位置。阴影也是用同样的方式，点选物件出现加号后选择缩放，只是这次是要影子变回原本的大小，所以缩放的地方改为100%。我这边是以幽灵上下各移动1次为1组，做3组一样的，阴影也是3组。那我这边就稍微快转一点，不然会有点无聊。最后我们要调整动画的顺序，在动画效果选项中最下面有一个构建顺序，点开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所有加的动画。在这个窗格中，我们可以调整每个动画效果的开始状态和延迟时间。那我是习惯都会把第1个动画调整成开始在过场效果之后。那
那我们就依照动画的逻辑去做调整。一开始是幽灵往上，影子就会跟着一起变小，所以我们就拖移影子变小的动画。开始的选项我们就选为与构件一起。再来就是幽灵往下，那它是一个先后顺序的动作，所以开始选项是在构件2之后。那往下的话，影子也会变大，那就将影子变大的动画拖移上来。开始的选项是选择与构件3一起，也就是说，影子的变化绝对是跟着幽灵移动的。那幽灵上下移动会有先后顺序，只要了解简单的逻辑顺序，那这边的调整其实可以很简单的完成。那我们就照这个逻辑顺序依序去做调整。差不多排列完成后，可以按下方的预览键自己检查看看。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那这个小动画就差不多完成了。在 Keynote 里面可以单独输出某一页成为影片，那这就可以成为一个简单的动画作品了。